在八大胡同中，百顺胡同名气最大，东西走向，与它并行的北面是韩家胡同，南面是东壁营与西壁营胡同，又与胭脂胡同北口相连。我们今天就逛逛轻银小班密集的百顺胡同和胭脂胡同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每周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古老街巷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百顺胡同明代称柏树胡同，因种有柏树故得名。清初协因取百事顺遂的含义，更名为百顺胡同。东口是陕西巷，西口开在大百顺胡同，全长245米，宽5.7米。早年间曾设有山西太平会馆、晋太会馆。太平会馆建于清乾隆年间，初称太平会馆，后改名太平使馆。太平使馆的石匾现存首都博物馆内。据说著名藏书家李文藻进京朝见乾隆皇帝时，曾在这条胡同住过。四大徽班里的春台班初次来京就落脚在百顺胡同。三庆班原在韩家潭，后来也迁到百顺胡同。梅兰芳1900年搬离铁树斜街的祖居后，也在胡同东段住过一段时间。清末民初，众多知名的一等轻银小班和二等茶室都设在百顺胡同，有潇湘馆、梅锦院、新凤院、凤鸣院、新雅阁、市花馆、兰香班、松竹馆、全香班、群芳院、美丰院等10几家轻银小班。现在的49号院曾是新凤院茶室，是一座欧式2层小楼，墙体上精致的老装饰能看出这里曾是一个高端的消费场所。走进院子，是个由4面楼围起来的院落，楼房呈回形相接。虽然楼上楼下都是搭接的管道和电线，但主体还是当年的砖木结构，有楼梯通到楼上，楼梯还是老物件，楼上也还有被风蚀了的雕花扶栏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李后主那句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百顺胡同当时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，所以相应的饭庄、赌场、烟馆等设施也一应俱全。但除了这些，百顺胡同更加是以梨园出名。还记得那句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，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吗？一大批京剧鼻祖、名家都在此胡同内居住。55号院是青衣泰斗陈德霖的故居，为一普通的4合院，街门外为3层青条石台阶，大门外3个墙垛子前面各竖有后青石板3块，成为该寓所的明显标志。陈德霖为汉人入旗籍，其祖父陈世芳世袭2等子爵，曾任山东副都统。陈德霖11岁入恭王府全福班学昆旦，后入三庆班科班，21岁逐渐跻身名角行列，红遍京城。他是京剧青衣的代表性人物。陈德霖热心教育事业，一生收徒甚众，桃李满天下，所以也有老夫子的称号。王尧卿、梅兰芳、王惠芳、王芹农、姚玉福、江妙香并称为6大弟子，对4大名旦及后世旦角艺术发展影响深远。斜对面的36号为程长庚故居，也是三庆班后来的班址。程长庚道光年间入京，曾先后居住石头胡同和百顺胡同，寓所名为四珍堂。是徽班进京后，由徽调、昆腔演变为京剧的13位奠基人之一。同治、光绪年间曾掌三庆班，同人尊称其大老板。龚文武老生，能演戏300余出，善演群英会、华容道、
占太平、捉放曹等。他与春台班于三胜、四喜班张二奎为京剧第一代演员的3位老生杰出人才，虽比于张响明较晚，但其威望极高，名列3鼎甲之首，被称为徽班领袖、京剧鼻祖。程长庚故居原2扇街门上方有彩色玻璃装饰，女儿墙上有盘龙，墙顶上还有石狮子1对，均毁于文革期间。程长庚病故后，此宅转卖给了老生迟运清。38号则是武生大师迟月亭的故居。迟月亭为吴老生迟玉全之3子，又从崇富贵、丁俊练功，后入小天仙科班，与谭小培、严兰秋等同科，先习老生，后从杨龙受习武生，以短打戏见长，翻跌轻便敏捷。40号院是于巨生、于振廷父子的故居，也是春台班和宾庆社旧址，为3进院落，里院南面为一座2层青砖小楼。于巨生被称为武生鼻祖，又拜张二奎为师，出科后曾主持春台班多年。他为人豪爽，急公好义，人称于毛包，长靠短打均长，演戏风格勇猛威武，矫健雄伟，世称于派。弟子杨小楼，其子于振廷亦受其传授。1917年，由于振廷与果相邻合作于此院内创办了宾庆社，于振廷姐夫名旦苏偶香亦为股东，曾任该社社长。此班学生以宾、庆、永3字排名。1930年，历时13年的宾庆社因经费等因素而解散，于振廷另组永平社。百顺胡同南部并行的是西碧营胡同与东碧营胡同。据说早年间这2条胡同里住着不少皮条客，也被称作西皮条营、东皮条营。西碧营胡同东起胭脂胡同，西边不通，全长125米。10号院曾是生产臭豆腐闻名的王致和的寓所。京剧名家王福山、冠子林、冠大元曾寓居于此。胡同内原有财神庙和白衣庵，均建于清代，现已无存。东碧营胡同东起陕西巷，西至胭脂胡同，长75米，宽3米。民国时在这条胡同中最多的就是暗娼，主要是从百顺胡同争夺一些客源。东碧营胡同8号原为一家茶室，后拆改，现院内约住有20多家居民。胭脂胡同原名胭脂巷，此地曾有店铺制售胭脂粉，主供8大胡同烟花女食用，故名胭脂胡同。胭脂胡同呈南北方向，北口开在百顺胡同，南口开在两广路上。胡同原长100米，宽约5米，现残存长仅有30-40米。在这几个胡同里，胭脂胡同最短，但常被列入8大胡同之中。据史载，这条胡同在咸丰年间旧，香车络绎不绝，季风大炽，呼酒唤客，彻夜震耳。清末民初时有10多家一等轻饮小班。明代小说《警世通言》及京剧中流传很广的王景龙与苏三的故事，有人考证就发生在胭脂胡同内12号的苏家大院石花馆。它是一处3进4合院，大门开在百顺胡同。苏三原名周玉杰，年幼时父母双亡，被人拐卖到北京这家苏姓老板开设的妓院，改名苏三，玉堂春是他的花名。苏三与赶考的同乡书生王景龙一见钟情，海誓山盟，但老鸨见钱眼开，把苏三卖给了山西的商人为妾。商人把苏三带回老家洪洞之后，没多久就被他的妻子与奸夫毒死，随后花重金把罪名安插在苏三头上。严刑逼供之下，苏三便背上了杀人的罪名。王景龙金榜题名后官拜山西巡按，经过一番审理，终于为苏三洗清冤情。贪赃枉法的县官和那对奸夫淫妇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苏三和王景龙终成眷属。
胭脂胡同的南段在朱市口大街扩建时已经被拆除了，12号院已经化作大街的一部分，但那段苏三起街已经成了京剧经典唱段。